1957年，北京右安门外，考古队正在挖掘一个离奇的明代古墓，一个看起来十分不起眼的墓葬，开棺后却出土了令人震惊的宝物。18件黄金打造的陪葬品，件件造型精美，皆是宫廷才有的宝物。仅黄金的重量就重达2500克，还有各种奇珍异品，比如和田白玉杯等等。一座小小的墓穴陪葬品中，为何会出现如此之多的宫廷宝物？随着墓志铭的出土，考古专家们发现，这位神秘的墓主人竟和大明王朝的一位传奇贵妃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本期视频跟随眼见古今，带您走进北京，了解一座明代离奇墓葬，以及一位皇妃同样堪称离奇的故事。1957年的一天，北京右安门外的彭庄，那时还是农村，一位村民在自家的园子里打算挖一个菜窖，好在冬天贮存大白菜、土豆之类的蔬菜。突然，村民感到有点不对劲儿，锄头挖到一层坚硬的石灰。起初也没太在意，村民继续挖，接着又挖到更硬的东西，俯身去看，地下竟然埋着青砖砌的墙。青砖的出现让村民想到，该不是挖到一座古墓了吧？他立即停止挖掘，向文物管理部门上报。没过几天，考古专家和工作人员连忙赶到现场。勘察现场后，考古专家确认，这下面的确是座古墓，而且是明代的古墓。考古队随即展开发掘。这时出现在考古专家眼前的是一个长方形的数学土坑墓葬，墓穴用石灰夯筑，四壁包括墓底都用青砖砌成。村民挖到的青砖墙就是墓穴壁的一侧。古墓保存得很好，墓室长 2.8 米，宽 1.7 米，深 2.5 米，里面有2具木棺，棺上填着石灰，石灰夯得非常紧实，而且上面还压砌着一层大条石，条石的厚度达 0.4 米。然后再用3合土夯封墓顶。这样的保护下，墓葬没有被盗过。不过，从墓葬的规格形制来看，在明代，这应该就是一座普通的墓葬。考古专家和工作人员并没指望接下来的发掘中能够出土多有价值的文物。但是打开墓葬后，瞬间暴露的陪葬品却令所有人都感到惊讶。清理出土的随葬品不仅数量不少，而且规格很高。这些随葬品包括金器、银器、珠宝、玉器等等，很多都是价值超高的宝物。这件太白醉酒金杯是8方形的，由黄金制作，已属珍贵。更让人惊艳的是，它的里面崭新中还有李白醉酒的雕像。小巧的李白圆雕，双眼直视前方，右手放在胸前，左手扶着一倒地的空酒坛，面部胡须都清晰可见。金杯的外壁还暂刻有8仙形象，吕洞宾、汉钟离、铁拐李等8位神仙都在上面。这件海水江崖金盏托直径有 18.2 厘米，盘心用钩篆书写着寿字，盘心与盘沿间是半幅雕饰的海水江崖瑞兽纹，还有着荷叶金玺，荷叶的造型极具自然美感。金玺的表面光滑细腻，纹饰精美。笔玺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书房中最常见的器物，用于洗笔。中国古人使用毛笔写字，写字时需要清洗毛笔上的墨，以保持笔的清洁和耐用。与众不同的，这个本是一个基础的书房用品，竟然也是黄金打造的。这得是什么讲究人？用金杯子喝酒，金托盘做酒具，连洗毛笔墨的碟子也用纯金打造。而且这些东西的器型和图案看起来是如此精美考究，美轮美奂。金光闪闪的随葬品不仅亮瞎围观村民的双眼，也令考古工作人员有被晃花双眼的感觉。考古专家从专业角度鉴别，认为很多随葬品都是从皇宫里出来的宝物，一般人根本无法拥有，考古价值和艺术价值都极高。而仅从重量来说，这些金器的总重量
就达2500余克。不过出土文物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还不是这些金器，而是这件双翅耳白玉杯。这是墓葬中出土的唯一一件玉器。白玉双翅耳杯，杯高 7.7 厘米，口直径达8厘米，足径 4.2 厘米。作为杯子，这尺寸挺大的。杯的两侧有镂雕的螭的后足和尾巴贴在两侧，尾巴则很有力地盘绕着杯壁，雕工极为精湛，品相古雅，一看即知是珍宝中的珍宝。螭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神话传说中的生物，是龙的9个儿子中的一个。这件白玉杯上的螭，仔细观察会发现2只螭的额头上有阴刻的汉字王，代表着力量和权威。杯子使用的白玉是产自中国新疆和田的羊脂美玉，这种玉玉质极佳，极为名贵，像羊脂一样洁白细腻，由此而闻名中国。并且这件杯子是用一整块和田玉雕刻而成的，没有镶嵌或拼接的部分。这对制作的匠人来说是极大的挑战，雕刻时稍有不慎，一块价值高昂的玉可能就会被毁掉。打开棺木时，考古工作人员发现这件玉器是放在墓主人胸部的位置，足见它是主人生前的最爱。而金器等物是放在墓葬主人身边的。对考古专家来说，墓葬中发现价值超高的珍宝当然令人振奋，不过疑问也随之而来，为什么这样一个普通的合葬墓中会有这样的顶级珍宝？古墓中出了大宝贝的事儿很快传遍村里。由于墓志铭还有找到，大家对墓葬主人的身份开始各种猜测。村民纷纷议论说，墓主可能是江洋大盗，月黑风高天飞进戒备森严的紫禁城里，原指望顺手抄几件东西换银子试试，谁曾想件件珍贵，出不了手，只好带进墓里陪葬。要不然就是贪污的宦官，各种言论众说纷纭。考古专家和工作人员则继续在不大的墓穴中寻找着墓志，还真给找到了。墓志被埋在棺材下方的泥土里。墓志清理完毕，这墓主人的身份啊，不仅村民没想到，考古专家和工作人员也没料到。出土的墓志上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墓主姓万，名贵，是大明朝明宪宗朱见深的老丈人。什么太监、强盗，统统是瞎猜。墓志和史料告诉人们，这万贵呀，原来青州诸城人，就是今天山东潍坊诸城这个小地方的。他生于1392年，出生时明代还是明太祖朱元璋在统治。万贵的出身一点也不高贵，就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早年也曾读点书，考过几次科举都没考中。后来花钱在县衙捐了个位置当传吏。传吏在明代是政府文职官员的辅助人员，协助做一些文书或事务方面的工作。职位虽不高，但还是有一定上升空间的。谋得职位的万贵娶妻生娃，成家立业，生活的也算平顺。不过好日子没过多久，他父母相继去世，接着他老婆也去世了，再接着他自己也出事了。史料记载，他是因为亲属犯罪谪居霸州。由于是有罪之身，万贵的女儿当时只有4岁，他只好托老乡把女儿送进宫中为奴。按说万贵这前半生本来也就一般，这一下可算是跌到谷底了，很难再有翻盘的机会。他的后半生呢，肉眼可见的就是个客死异乡、孤苦伶仃的结局。不过包括万贵自己都没想到，其实他命运中的好牌那会儿还没发给他呢。此时的万贵呢，已经57岁，依然懵懂地在他的霉运中煎熬。要到殷466年，也就是他74岁的时候，万贵的命运才随着女儿发生彻底的反转。对于自己会成为皇帝的老丈人这事儿，估计他做梦都没想到过。后来托女儿的福，万贵不仅被允许来到京城，还被升为世袭指挥佥事。
这是明朝锦衣卫指挥使司下属的官职，负责锦衣卫的日常工作和皇帝的安保。万贵还重新娶了一个老婆。不仅如此，连万贵的3个儿子万喜、万通和万达也都沾上女儿的光。万喜成为锦衣卫指挥使，后升为都指挥使。万通是锦衣卫指挥佥事，万达成了一名军人。万氏家族不仅社会地位极大提升，财力物力也迅速崛起。有史料记载，万贵的儿子万通等人与宦官韦兴、梁方等勾结，通过采办珍宝的名义掏空国库，乱收传奉官。这传奉指的是皇帝绕过主管官员全选的吏部或兵部，直接以圣旨的形式升授官员的一种方式。总之，这万贵的家人捞钱卖官没闲着。皇帝呢，因为宠爱他的女儿，大概也睁只眼闭只眼吧，谁让这万家底子薄起点低呢？有了女儿这个坚实的靠山，身为父亲和皇帝老丈人的万贵活到84岁的高龄。看看他随葬在身边的那些金器，还有放胸口的玉杯，就知道这老头过得有多顶奢多惬意。万贵的墓志清清楚楚地写着他是贵妃之父，还记录了他出殡的时候，朝廷专门派医生每天多次探视，日往返再三。而他去世的消息传来，皇帝感到很心痛，上到羲之，赐予了价值2万贯的钱财，以及用于丧葬的斋饭和麻布。墓志这些记载表明，万贵去世的时候，他的贵妃女儿还有及皇帝女婿都是在世的，完全可以照着他的，而且从宫里专门派医生给他看病，死后还给办丧事的补贴。这一切都说明这位贵妃父和皇帝贵妃的关系不错，是妥妥地是安稳终老呀。不过问题也来了，既然是皇帝的老丈人，贵妃之父，为什么墓葬的规格却如此普通呢？万贵的墓葬规格的普通，是因为他的墓葬在明代那会儿只能按他的职位品阶来建造，没法和那些王侯将相比。万贵担任的是锦衣卫指挥使，这是一个正三品的官职，所以即使他是贵妃的爹，万氏一族后来俨然全是新贵，他的墓葬修建的规格还是不可能去撼动明代的丧葬礼制。万贵人生反转的关键就是他的女儿万枝儿，一位明代传奇的贵妃。她这位女儿的人生不仅实现了从宫中奴婢到贵妃的飞跃，更令人称奇的是，她还比皇帝大17岁，活脱脱和皇帝上演的是姐弟恋。用流行的话说，她就是那个把一手烂牌愣是打出人生奇迹的大女主。这万贵的女儿万枝儿到底是怎样一个女人呢？话说万枝儿进宫时年仅4岁，当时是明宣宗统治，由于乖巧懂事，受到明宣宗的皇后孙皇后的喜爱。不过作为本来地位就不高、犯罪的小吏之女，她的身份在宫廷中可说低到尘埃里。这样的她在宫中长大，当着最没前途的宫女，按说也就是过完悲催一生，哪敢去想和皇帝亲近，还有当贵妃的好命。不过命运的齿轮真的在悄悄地转动，转机出现在她19岁那年。这一年是正统14年1449年，她被已经是太后的孙皇后选派去伺候太子。当时谁也不愿意去伺候这位太子，那是因为年仅2岁的朱见深的爹明英宗朱祁镇在这一年的7月出大事了。蒙古瓦剌大军南下，攻略明朝边境，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竟然决定御驾亲征。行军过程中，因王振盲目自信，对军事指挥的无知等原因，导致明军在土木堡遭遇瓦剌军的埋伏。而明英宗朱祁镇，堂堂大明的皇帝，竟然悲催地被瓦剌俘虏了。原本是皇帝的亲爹，一下子成了俘虏，生死难料，命运叵测。那太子的命运也随之叵测起来，因为太子年仅2岁，宫里懂得都懂。这时候去伺候太子，可算不是什么有前景的好事。不过万贞儿不仅没有回避，还干得尽心尽力。
果然，很快，明英宗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被于谦等大臣拥立为帝，即明代宗。景泰3年，也就是1452年，明代宗干脆废了朱见深，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年仅6岁的朱见深成了废太子。这时的万贞儿依然愿意留在太子身边，任劳任怨地照顾太子，由此也和太子建立了深厚的情感链接。按宫里的情况，太子被废迟早的事，不过太子的爹地的回归可谓对此事起到提速作用。明英宗在被俘1年后被瓦剌人给放回来了。原来瓦剌人内部发生了分裂，有2派想和大明议和，由于大明已有新皇帝，明英宗在他们那儿已经没太大价值了。史料记载，景泰元年，也就是1450年8月，明英宗被瓦剌人护送回京。这是整的已经成为皇帝的明代宗十分尴尬，不过多尴尬，明代宗也不愿退位。他把明英宗软禁在南宫，尊为太上皇，各种管控。爹地的归来让太子朱见深的处境也变得尴尬，而且很危险。明代宗索性在1452年把朱见深的太子身份给废了。废太子朱见深在万贞儿的贴心照料下，长到10岁时再次被立为太子。这时的万贞儿已经27岁，太子和他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为啥都成了废太子又得以翻身呢？还是因为他爹。明英宗这年通过夺门之变重新登基，成为皇帝。起因是明代宗朱祁钰病重，无法临朝。石亨、曹吉祥等一些大臣和宦官为了自身利益，趁机政变。明英宗废弟弟代宗为成王，软禁在西内永安宫，又重新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后来明英宗于1464年去世，17岁的太子朱见深继位成为皇帝，即明宪宗。变成皇帝后的朱见深谁也看不上，就独宠自己的奶妈万贞儿。在万贞儿36岁时，还为明宪宗朱见深生下了一个儿子，也是在这年被封她为贵妃。事实上，明宪宗朱见深封万贞儿为贵妃，着实还费了一番功夫。明英宗去世前曾留下遗诏，要求朱见深在100日内完婚。明英宗看好几位人选，王氏、吴氏、百氏都是名门之女，对儿子地位的稳定能带来帮助。明英宗去世后，皇后前太后、朱见深的生母周太后立即启动催婚程序，要明宪宗选一位当皇后。但明宪宗不干，坚持要立万贞儿为皇后。万贞儿的确很忠心，照顾了皇帝15年。不过她的家世太过普通，父亲还获罪，而且比皇帝大17岁，已经是35、6的中年女人了。更尴尬的是，万贞儿和明宪宗的生母周太后同岁，皇后是有义务要为皇帝传宗接代的，这年龄在明代已属于超级大龄。别说当皇后了，当个普通妃子给人感觉都不太合适。太后们和大臣们被明宪宗的坚持搞得很郁闷。僵持一段后，明宪宗意识到强力万贞儿立为皇后会把她置于险境，于是决定让步。他的条件是立吴氏为皇后，但万氏必须封为贵妃。无奈之下，太后还有那些大臣们还是答应了。天顺8年7月，也就是明英宗去世的同年，17岁的吴氏被立为皇后。吴皇后是都督同知吴郡的长女。1466年，万贞儿被封为贵妃，由此万氏家族的开始崛起。万贞儿父亲万贵也算是可以踏踏实实的过他余生的好日子了。人们很好奇，万贞儿年龄比大明宪宗大那么多，后宫又不缺年轻漂亮的佳丽，皇帝干嘛对她不离不弃？如果说要回报万贞儿当年的忠心和照顾，可以有很多方式，干嘛想着封她为皇后？封不成又费这么大的劲儿，封为贵妃。持有这种想法的人是没看明白，明宪宗和万贞儿之间那可能还真是真爱。万贞儿到底有啥魅力？难不成她是那种徐娘半老，
拥有绝世容颜或超凡气质的妖姬。对万贞儿的长相，明末清初的文人浙江海宁查继佐在他的《醉为录》中说，朱贞儿貌雄生具，类男子，就是说这位迷死皇帝的大龄女人长得像男人，说话的声音也粗声大气。如果真是这样，你说这万贞儿到底有什么法术，把皇帝迷得不要不要的呢？长相平凡也罢，出身卑微也罢，岁数大也罢，关键的是这万贞儿万贵妃有本事让皇帝在她慢慢变老的岁月中也一直宠自己。明代的各个史料中都记载了万贞儿的精彩宫斗。当年年轻气盛的吴皇后刚当上皇后，就和万贵妃叫板。由于宪宗对年轻的皇后不上心，对万贞儿不仅情感上专一，连身体也专一。吴皇后很是吃醋，就挑万贵妃的刺儿，对她施以杖刑。皇后打妃嫔本来也属于治理后宫的权限，不过皇帝不干了，为了替万贵妃出气，下令打回去，杖责了吴皇后还不解气，最终想出招，把吴皇后给废了。明宪宗先对太监牛玉屈打成招，当替罪扬，说吴皇后的父行贿过他，假传先皇遗旨，才使吴氏有机会成为皇后。他连下3道诏书，宣布废除皇后。可怜的吴皇后当了皇后才1个月，就此在冷宫居住。随后皇后又被换成了王皇后。王皇后有吴皇后这个前车之鉴，知道皇帝爱的是万贵妃，自己争不过，所以处处对万贵妃谦虚忍让。在长达23年的相处中，明宪宗宠幸王皇后的次数屈指可数，王皇后也不敢抱怨。前面说到，万贞儿被封为贵妃那年曾生过一子，皇帝十分喜欢，为了让这孩子顺利长大，还派出使者向山神祈福。只可惜孩子没到1岁就夭折了。在续设6宫多年之后，万贞儿眼看是不能再生育了，古代的医疗技术搞不好很有可能有性命之忧。为了有后代，皇帝才勉强肯和其他后宫妃嫔行房事。这些事在明孝宗朱佑樘修著的《宪宗实录》中都有记载。不过明孝宗朱佑樘命人修的实录可没说万贞儿啥好话，因为他也是在宫斗阴影下长大的。他的生母季氏怀孕后怕万贵妃吃醋，隐瞒消息，悄悄生下他，藏起来养到6岁才让皇帝知道。朱佑樘的存在被曝光后不久，他亲妈季氏就死了，有说是病死，有说是暴毙，反正是和万贵妃有关系。不管明孝宗生母的死是否和万贵妃有关，至少他生母怕万贵妃，而且怕得很深，肯定是真的，否则他不会被藏起来养到6岁。所以朱佑樘在当了皇帝后，《宪宗实录》中对万贵妃的描述是用专宠这样的字眼，还提及万氏兄弟跟着发达的事。这万贵妃到底有什么魅力呢？智商高、机智、善解上意是肯定的，不过就这些，难道足以让少年天子在风流倜傥的年纪面对后宫佳丽毫不动心？这事儿皇帝的亲妈周皇后也好奇，问过皇帝。海宁那位查继佐在他的《醉为录》中说，母亲周太后问儿子，彼有何美而承恩多？宪宗答道，臣有善疾，妃妃抚摸不安。这听起来好像在说万贵妃是一按摩高手。后来万贞儿58岁时去世了，去世时明宪宗嚎啕着说，贞儿不在人世，我亦命不久矣。果然没过多久，同年8月，明宪宗追随万贞儿去，死时才41岁。历史上得宠的妃子数不胜数，但像万贵妃这样大龄又非国色天香，被皇帝爱到骨子里，还真不多见。有人分析，这万贵妃呀，就是一个心机女，特会拿捏皇上的心意。也有人分析，皇帝有恋母情节，尤其是在宫斗环境中长大，特别没安全感。后来清朝时期所修的《明史》中对万贵妃的批评更多，比《宪宗实录》更为严厉，其中就包括万贵妃涉及迫害其他嫔妃，
与孝宗生母纪淑妃的死亡有关等。不过也有人认为宫斗是真的，情节没那么严重，这可能是因为清代修史的人站在不同立场，对事实做了夸大和黑化。就连万贵妃的长相，也有人认为没那么男人婆，也有黑化之嫌，她可能长相普通，但不至于有多丑。不管后人怎么评说，万贞儿到死都是皇帝心中最信赖的人，而且他的家族跟着他富贵起来也是真的，否则万贵的墓葬中就不会出土那么多顶级宝物了。如今在首都博物馆里，万贵墓出土的文物静静地展示着，让人们仿佛看到了万贵那起伏不定的一生，科举失败，家庭遭遇变故，流放他乡，后来因为女儿而命运逆转，最终他的墓葬普通又不普通。万贞儿的故事更是传奇，她从一名宫女成长为贵妃，她与宪宗皇帝的感情纠葛和后宫的权力斗争都揭示了宫廷生活的复杂和残酷。而这些文物的美丽和精致则超越了时代，以其不朽的艺术魅力，讲述着历史和文化的故事，吸引着无数参观者的目光，去发现，去赞叹。本期视频就讲完了，非常感谢能看到这里的观众。如果您对视频有疑问，欢迎在评论区互动，喜欢的观众也别忘了点赞关注。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见。